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天边黑雾翻腾，魂天帝带着虚无吞炎等人凭空出现。看到魂天帝，雷银一直压抑的怒火升腾，他让魂天帝将三足古玉尽数归还，否则日后必然打入魂界。魂天帝笑着说，现今的世界上怕是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打入魂界。而后他看向萧炎，问他是打算用古玉换人还是强抢。萧炎的目光紧盯着魂天帝，说自己要先见到父亲肖战。魂天帝手一挥，一个由黑色雾气凝聚成的牢笼出现，肖战苍老的身影正盘坐在囚牢中。看到自己曾经意气风发的父亲变成如今白发苍苍的老者，一抹疯狂的杀意在萧炎心中翻腾着。魂天帝，他日有机会，我会让魂族鸡犬不留。萧炎血红的眼睛转向魂天帝，一股可怕的灵魂波动扩散，感受到萧炎递进灵魂的威胁，魂天帝的脸上闪过一抹杀意。被铁链重重束缚的肖战听到萧炎的名字，身体剧烈颤抖，他缓缓抬头，浑浊的目光停留在不远处的萧炎身上。肖战的身体瞬间僵硬，沙哑地叫着炎儿。看着萧炎不断颤抖的背影，古元等人都沉默了下来。他们自问，若是换成他们是萧炎，必然不可能做得比他更好。毕竟萧炎依靠的一直是他自己，曾经显赫大陆的萧族并未给他留下任何财富。被魂族囚禁的这些年，肖战清楚地知道这个种族的可怕。他死死地盯着萧炎，声音沙哑地嘶吼着：炎儿，走！魂天帝淡淡一笑，或许萧炎还得感谢他们。肖战的天赋平常，若是正常修炼，他一辈子都达不到斗皇层次，而他们为了让肖战安稳地活到现在，可花了不少丹药。萧炎脸上涌现一抹笑意，他轻轻点头，放心，这个大恩萧炎记住了。看到萧炎脸上的笑容，雷银心中涌上一抹寒意。脸色狰狞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在心中杀意膨胀时脸上还能带着微笑的人。魂天帝脸皮一抖，萧炎的天赋如同当年的萧玄一般炫目，然而萧炎却远比萧玄狠辣。他相信只要有机会，萧炎必定会将魂族杀得血脉断绝，而他绝不会给萧炎这个机会。萧炎手掌一握，驼舍古地狱出现在他手中。面对魂天帝这种强者，他并没有想过采取任何的作假手段。雷银等人身体瞬间紧绷，但却没有人再说一句劝阻的话。从先前萧炎的表现来看，现在谁敢拦他，他怕是会立刻翻脸。魂天帝收回紧盯着古玉的目光，一手教人，一手教玉。萧炎摊开手掌，古玉在他的操控下升空。见状，魂天帝也袖袍一挥，由黑雾凝聚成的牢笼瞬间溃散，黑色光束一把将肖战抓起，直接丢向萧炎。萧炎身形爆射，一把将肖战扯了过来，带着他飞入联盟之中。萧炎小心翼翼地放下肖战，激动地喊着父亲。肖战颤抖着手掌摸向萧炎，生怕这仅仅只是一个幻象。看着肖战如履薄冰的样子，萧炎眼睛通红，双腿重重地跪在他面前。肖战抹了几把眼泪，连忙扶起萧炎。萧炎深吸了一口气，轻声对肖战说，等他将这里的事情解决完，就带他去看大哥和二哥。萧炎偏过头，让身旁天府联盟的强者保护好肖战。数十位斗尊巅峰的天府强者瞬间恭敬地将肖战重重围住。这些人在肖战看来，个个气息强到恐怖。到这时，他才惊讶地发现，曾经那个还需要他护着的小儿子，居然强到了这种地步。萧炎安慰了一下肖战，便收好心中的情绪。他转过身，眼中瞬间被极致的杀意笼罩。现在他必须要杀人才能发泄。萧炎冲着看向他的古元等人点头，轻声说，动手吧。随着布阵两字响起，整片天地间的能量瞬间波动，不论是古族还是炎雷两族以及天空上的魂族，都拿出了自家的拿手阵型。魂天帝收住笑容，低头看向萧炎等人。雷银怒目而视，再次让他将古玉交出来，不然他们定要踏平魂族。魂天帝忍不住哑然一笑，将古玉收入纳戒。古元面沉如水，他绝不会轻易让魂天帝开启古地洞府。魂天帝早已说过，萧族一灭，这个世间再无能够阻拦他魂族之人，即便是古族也不行。古元眉头一皱，正想说话，性子火爆的雷银已经不耐烦多说废话了。
他直接下令让雷族人解九龙天雷阵。雷族出手时，岩谷两族也连忙跟上。魂天帝漠然地看向下方铺天盖地的凶悍攻击，他袖袍一挥，身后弥漫的黑云中传出哗啦啦的锁链声，无数道黑色锁链在天空上构建成一方天罗之网。黑网上一张张狰狞的脸涌现，不断传出凄厉的惨叫声。三族的攻击撞上黑网，很快就将黑网击溃，同时黑网也将他们的攻击尽数抵御。古猿脚踏虚空，身形直冲云霄，这一次便让他和魂天帝两人分个胜负。魂天帝身形一动，直接出现在古猿前方。他们两人是双方的最高战力，彼此互相牵制，不然的话，双方的阵型都会因为他们两人而直接崩溃。见古猿出手牵制住魂天帝，雷莹和严禁也带着身后的强者出手。他们两人的目标极为明确，直接锁定住虚无吞炎。虚无吞炎一声冷笑，滔天黑炎升起，直冲雷莹两人。随着双方越来越多的强者交手，整片山脉都开始剧烈颤抖。萧炎一掌将一名斗尊巅峰的魂族强者震成粉末，伴随着他的每一次出手，魂族便会有一位强者没落，就连一些斗圣强者在他手中也不过数个回合便重伤而退。萧炎并没有对那些自己一时半会儿无法斩杀的魂族强者出手，现在的他只想以最快的速度杀最多的魂族人。在萧炎又一次击杀了一名三星斗圣强者时，他身后的空间突然一阵波动，浓郁的黑炎化为一根黑矛，狠狠刺向萧炎的后脑勺。就在黑矛即将刺中萧炎时，突然被一层无形的防御弹开。萧炎偏过头看向那全身被包裹在黑炎中的人影，魂灭生，你果然没死啊！递进灵魂让萧炎瞬间辨认出这人就是曾经被他斩杀的只剩一丝灵魂逃脱的魂殿殿主魂灭生。魂灭生猩红的双眼盯着萧炎，他现在的身躯是被虚无吞炎用本源之火塑造的，如今的他已经踏入七星斗圣，可不是当初能比的。魂灭生手掌一抖，让萧炎把命交出来，一条100丈大的黑炎锁链冲着萧炎爆射而去。萧炎纹丝不动，只轻轻吐出一个碎字。黑炎锁链在萧炎递进灵魂的攻击下瞬间崩溃，仅仅只是一个照面，魂灭生就明白自己不是萧炎的对手。他一咬牙，身形暴退。可他既然来了，萧炎又怎么会让他活着离开？萧炎如鬼魅般出现在魂灭生面前，他点出一指，直接穿透了魂灭生浑身的黑炎。砰的一声响起，魂灭生身体僵硬，周身的黑炎瞬间消散，他的灵魂在萧炎的一指下彻底化为虚无。这一击，萧炎没有施展任何斗气以及禁炼妖火，他仅仅只是依靠灵魂之力，就将七星斗圣的魂灭生瞬间秒杀。在将魂灭生的躯体震成粉末后，萧炎抬头看向混乱的战场，他们4大势力联合的强者数量相当可观，但即便如此，魂族也依旧和他们打得十分焦灼。以萧炎如今的实力，只要未曾达到七星斗圣，都难以引起他的注意。但不知为何，看着漫天的黑雾，萧炎总感觉其中隐藏了不少连他都极为忌惮的气息。这种细弱的感觉，若非他的灵魂达到了地境，也无法察觉。萧炎目光一转，看向正在战场北面厮杀的魂风。魂风作为魂族中年轻一辈最杰出的人，若是能将他擒住，想必也能稍微要挟一下魂族。此时的魂风正被4位达到了4星斗圣的魂族长老守护着，其中一位长老劝魂风先退一些，这附近3族的强者太多了。就在他们准备撤退时，萧炎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们头顶上，笑眯眯地注视着他们。魂风很明白他们和萧炎之间的差距，当下也不敢逞强，直接朝着天空上的黑云飞去。萧炎手掌一握，4团绚丽的火莲射向那4位魂族长老。这4位长老在爆炸的火莲攻击下不堪一击。魂风见萧炎一出手就解决了4位长老，连忙将速度施展到极致。但很快萧炎就追了上来，他冰凉的手掌出现在魂风脖子上，魂风身体一僵，连忙大喊：先祖救我！萧炎眼睛一眯，魂族的魂天帝、虚无吞炎和魂族4魔圣都在战场上脱不开身，魂风的先祖又是什么人物？就在萧炎心中疑惑时，黑云涌动，一道宛如行将就木的苍老身影出现。与此同时，一股丝毫不弱于骨裂的恐怖气息暴涌。萧炎眼瞳一缩，
没想到魂族中居然还隐藏着8星斗圣的强者。这位小友放了我这不成器的子孙，如何？这位老者名叫浑元天，他自称自己是一个曾死在萧玄手中的无用老头。好啦，今天的视频都到这讲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